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2月20日。咁咧近排恒生指數略略上翻啲啦，去到22,000點咁。轉頭又跌翻緊落嚟噶啦，個原因有二啦。第一咧就係特朗普咧就係延後咗啲嘅關稅戰，咁啊即係提出咗關稅戰，但係咧有啲國家咧係有即係延後期嘅，咁所以市場有啲係炒作啦。第二咧就係習近平咧事隔6年咧再次接見民企嘅領袖啊，呢個咧就釋出咗好大嘅意思啦，因為6年咧冇試過同民企領袖同台。喺5年前呢個嘅馬雲呢，喺螞蟻金服上市前一日已經過晒所有嘅審批部門噶啦，中證監啊、香港嘅證監會啊、港交所啊所有嘅部門咧都過咗，只係因為咧佢批評咗咧呢個嘅中央幾句，佢就話咧有人話中央咧會有呢個系統性金融風險，佢話中國唔會有系統性金融風險啊，因為我哋根本金融係冇系統嘅，即係講到咁嘅說話啫。結果咧喺螞蟻金服咧上市之前嗰一晚，已經係通過晒噶啦，市場入晒飛抽晒飛噶啦。喂，我咧當年咧都去咗抽 IPO 喎，我抽一手大嘅 IPO 添喎。咁啊結果咧就係上唔到市。咁6年嚟咧，馬雲啊銷聲匿跡，過得非常之低調。唔單止係馬雲，眾多民企嘅老闆馬化騰啊辭去咗旗下好多嘅呢個嘅公司嘅董事職位，唔做公司嘅法人代表。呢個嘅京東啊、劉強東啊，各方面嘅人物咧，即係以往好高調嗰啲咧，慢慢逐漸變低調。房企啊，被打壓得極之犀利啦，好多房企嘅老闆被拉嘅拉被鎖嘅鎖，被限制出境嘅限制出境。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認為咧，喂，今次咧見翻呢啲民企嘅領袖。喂，當年咧任正非、習近平啊、馬雲、習近平啊關係都好密切嘅，去美國出訪嘅時候咧，習近平咧帶埋佢哋去嘅。咁如今咧就係時移世易咯，但係咧2025年啊，係咪會改變翻過去嗰幾年嘅國進民退咧？中央過去幾年咧宣傳話好多次咧要扶持民企，但係咧結果國進民退一直係實現緊嘅。譬如話補習行業咧有過千萬嘅從業員咧，突然間係一半人失業。個原因就因為中央咧嚴厲打擊呢個嘅所謂嘅教培政策，呢個嘅雙減政策。咁但係咧舊年咧又開始慢慢放寬咗。咁點解要整死佢，然後再放寬翻佢咧？呢個咧有啲人以為咧中央唔識經濟，我認為咧呢個唔係，呢個係傳統嘅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咧唔係講經濟考慮嘅，因為以前古代係重農抑商啊，商業不嬲都要打擊噶。法家思想關鍵係咩咧？關鍵咧係要呢個嘅統治者嘅安全為最高嘅考慮，就唔係國家安全啊，係個皇帝啊、君主啊、主公啊、諸侯啊，佢哋嘅安全咧係最高嘅考慮。咁我以前著過管子嘅，大家知道啦，管子咧就係總結咗先秦，包括商君書、韓非子總結咗呢啲咧所謂嘅先秦咧呢個嘅諸子，尤其係法家思想出嚟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可以同大家解釋下啦，馬雲咧被打擊，教培行業被打擊完又放寬翻。呢個就係我之前所講啦，中國嘅經濟咧就係一管就死，一死就要放，一放就會閂，閂完再管，再管再死，再死再放，再放再閂。呢個就係中國經濟嘅模式啊嘛，就係因為咧政治先係第一考慮，經濟係第二考慮。咁咧關鍵咧就係呢個嘅法家思想咧。韓非子佢講過啦，權病啊嘛，明主之所制度其臣者，義病而已啊。義病者，刑德也。何謂刑德啊？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呢個就係韓非子嘅核心理論啊。就係咧關鍵咧，你就係賞賜佢，但係咧你唔好賞佢太多，你賞佢太多佢會囂喎。明主不攬富貴其臣啊，你賞賜得太合理，賞賜得太多咧，佢就會囂張噶啦。因為咧囂張咧，佢就會造反。臣不弒君者，下邊啲人唔造反啊，係因為咩？為其黨未成也，係佢羽翼未豐嘅。佢羽翼豐嘅話，一定係會殺你嘅。所以咧，韓非子、商君書呢一啲咧，都係主張咧，無論如何咧，對啲下屬啊，對馬雲啊、任正非啊、劉強東啊，呢啲人咧，唔可以咧係太過讓佢囂張噶，鍾閃閃啊，什麼中國首富啊，你現在有的不是你的，是黨給你才有的。中國人從來就有呢種思想噶嘛。我今天有衣服穿，有飯吃，是黨給你的。你就要感恩，要感謝主。感謝主子啊，感謝主子。
呢種就係中國人嘅思想，呢種咧叫養殺政策啊。養殺政策咧先養肥你，但係咧養肥你咧佢有好處噶嘛。你可以看門口啦，你可以咧係幫手捕獵啦。但係咧如果咧你囂張咧，佢就會殺你啦，或者咧會餓你一頓，打你一頓。所以呢種咧其實就係養狗嘅方法嚟嘅。中國人養狗模式就叫養殺政策。西方咧做過一個咧心理測驗，喺1967年嘅時期，有一班嘅心理學家就做過一個測驗，就得出咗個結論，呢種咧叫習得性無助啊。習得性無助係咩意思啊？1967年咧有一班嘅心理學家咧喺美國研究咗用狗作為一種嘅實驗，就係咧佢話將啲狗咧就綁上嗰啲電圈，要電啲狗。咁咧如果啲狗咧識得咧第一批狗 A 狗跳過嗰啲圍欄嘅咁咧佢就可以避免被電擊。即係咧你唔跳過圍欄嘅時期咧佢就電你，你跳過圍欄咧你識逃避咧痛苦咧佢就唔電你啦。呢個第一批狗。咁咧結果咧呢一批狗咧基本上咧都會咧逃避痛苦，跳過圍欄嘅，會逃避咧會受到攻擊嘅地方。咁但係另外一批狗咧就係無論你跳過定唔跳過咧都會係咁電你。咁慢慢咧就養成一啲狗咧係咪都俾電擊嘅話咧佢就唔會反抗，佢會躺平，佢會瞓喺度。所以你長期咧對啲狗又餓佢啊，然後咧又用呢個暴力嘅方法對佢啊，佢咧唔會惡噶啦。所以英國咧成日見到啲狗咧係咬死主人啊，咬死街啲細路啊。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對佢太好。如果用呢個心理學測驗，當然呢個係60年代啦，而家咧就俾人話約束噶啦。約60年代嘅心理學測驗咧就說明咗人動物都係會有習得性無助。喺有啲嘅譬如話猶太嘅集中營啊，或者喺即係啲好殘酷嘅環境底下，中國嘅即係呢個嘅黑太陽731啊，佢哋嗰啲人咧慢慢咧就唔會反抗啊，所以咧清朝入關之後咧就削髮留辮，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其實就養成漢人咧有習得性無助，就佢要話俾人知咧，你點反抗都冇用嘅呢個玉皇大帝啊，即係佢打壓孫悟空咧係冇用嘅。你要好似咧如來佛祖咁壓佢喺五指山500年，佢就習得性無助啦，佢就習慣咗唔反抗。佢又唔反抗嘅時期咧，佢咪聽話咯。呢種咧叫養殺政策喎。咁所以咧習近平咧見民企，其實就係咁樣，就係過去嗰幾年整頓啲民企。個原因係咩？因為喺習近平上台前咧，嗰啲民企大佬啊、民企老闆啊好囂張喎。喺就算唔係民企啊，嗰啲普通嗰啲富二代啊，都好多好囂張啦，係咪？許家印嘅公子啊，哇！佢哋嗰啲咧，即係過住啲金碧輝煌嘅奢華嘅生活，比呢個黨嘅中央嗰啲領導人咧仲要高調啊！咁所以咧但係嗰個年代胡錦濤或者江澤民嘅年代需要佢哋啊嘛，需要佢哋搞好經濟啊嘛，需要佢哋咧去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啊嘛。但係去到習近平嘅時期，佢覺得咧你哋太過分啦，做得太過啦，所以咧就要嚴厲打壓，用大棒去打壓佢咁所以嗰啲嘅富豪咧，慢慢咧就落台咯，慢慢咧就係脫離佢董事嘅職位。馬雲最高調噶啦，拍埋嗰啲什麼攻守道啊，揾呢啲影星同佢打交啊，過啲咁高調嘅生活係嘛？趙薇嗰兩夫婦過得咁高調嘅生活，喺法國買紅酒莊過啲奢華嘅生活。習近平覺得你哋太過啦唔能夠咁樣。中國始終係姓共噶嘛，唔係姓商人噶嘛。共產黨同商人係勢不兩立噶嘛。咁所以慢慢咧，佢係出啲大招，教培行業又係你哋咧，哇嗰啲補習天王咧，年薪千萬計喎，佢覺得一定要整治你哋，整治你哋嘅目的咧，唔係要搞衰嘅經濟，搞垮搞臭嘅經濟，整治你嘅目的係要搞到你哋聽話。當你哋聽話，經濟又差咗啦，佢咪放寬翻咯。你哋再放寬嘅過程裏邊咧，你哋唔敢好似以前做得咁過啊。咁如果你到有一日咧，你又再過咧，佢又再整治多你一鑊。因為人咧總係吸收唔到歷史嘅教訓噶嘛，所以馬雲復出咧，其實咧就係釋出咗，而家已經夠聽話啦呢批嘅富豪，慢慢咧讓佢哋咧係有翻啲權力，慢慢讓佢哋做翻啲生意。而家咧亦都符合翻國家嘅需要啊，因為咧而家係打緊貿易戰啊嘛，打貿易戰嘅時候，梗係要啲商家係幫手推動中國經濟啦，而且咧敵人嘅敵人就係你個朋友啊。呢個係共產黨嘅核心思想嚟噶嘛，敵我矛盾律啊嘛，所以咧而家美帝就制裁騰訊啊，制裁呢啲 DJI 啊，喂你制裁呢啲企業，以前我制裁呢啲企業啊，限制騰訊嗰啲遊戲事業發展，而家你啊制裁騰訊喎，咁我咪扶持騰訊咯，係咪啊？習近平見到特朗普打擊騰訊，打擊 DJI， 咁我哋啊扶持呢啲企業咯，你打擊阿里巴巴，我咪扶持阿里巴巴咯，咁所以咧。
而家個時代轉變咗，所以我估計咧嚟緊呢一年兩年咧，民企嗰個生意咧可能咧會有啲復甦嘅。即係我睇個市場咧，而家係有轉變咗。對於呢個嘅國進民退咧，咁啊呢個始終係習近平核心思想。唔好以為咧你可以哇喺呢個時候可以撈底，可以反彈，咁啊到可能咧22,000點啦，而家可能升到23,000、24,000，佢始終有一日睇唔順眼商家嘅。呢個共產黨嗰個本質嚟噶嘛，共產嘅本質就係咧要搞社會主義啦，要搞共產主義啦。要搞權力集中啦，商人咧就會分奪咗個權力，所以咧管子啊，其實咧法家思想同佢哋好相似。管子啊主張四民不雜處，士農工商係管子提出嚟噶嘛。管子呢本書啊，至少係就未必係管仲嘅。管子呢本書提出嚟，個原因就係唔想啲商人咧又太過高調，因為商人一高調咧就會威脅到人君之病也。所以去到漢代咧，商人啊不得坐轎入城，騎馬坐轎都唔得噶。呢個好冇笑啊！個原因就係咁解啦，商人唔可以着啲靚衫絲綢喎，喺大庭廣眾，只能夠喺私人宴會度着嘅啫喎。咁啊呢個咧亦都係漢代咧繼承咗佢嘅情況。咁啊去到武帝嘅時期咧，就有嚴鐵專賣政策，告分錢算分錢去打擊商人。所以咧呢一種中國傳統2000年嚟嘅思想咧，就係流傳咗落今天。毛澤東講啊，八代猶行秦王政，其實咧毛澤東都係繼承咗法家思想咧，再糅合咗呢個馬克思主義，成為咗今天咧即係中國嘅毛澤東思想啊嘛。而習近平係繼承咗毛澤東思想啊嘛，所以創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亦都係咁嘅道理。所以如果你諗住咧撈底炒一炒，短期炒可能可以嘅，炒下阿里系啊、騰訊系啊，但係長期咧始終咧即係佢會忍唔住咧，都係會下一輪整治。所以長線投資咧呢啲咧就有問題，短線投資就得嘅，我都會買嘅。小米我都有買嘅，小米我賺咗錢嘅，騰訊啊嗰啲騰訊我好多年啦，10幾年前開始買啦，咁所以咧呢啲咧短線投資係可以，長揸咧已經過去咗啦。所以咧喺我移民前我就賣咗90%以上嘅騰訊持股啊，個原因就係咁解。anyway 咧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介紹咗習得性無助呢一種咧心理學嘅解釋，去解釋咗咧馬雲咧而家就處於習得性無助。嗰啲大佬啊，許家印啊嗰啲咧已經一早習得性無助，佢哋唔識得反抗噶啦。因為喺西方嘅故事咧就係，喂，嗰啲中產階級有錢咗，咁啊然後慢慢佢哋要維權，啲富人有錢咗佢哋要維權，要同咧皇族咧分庭抗禮，所以提出咗大憲章運動，提出咗咧呢個嘅光榮革命。其實咧就係要同皇權係分權力啊嘛，係希望咧同皇權咧係互相約制啊嘛。中國共產黨或者以前嘅法家係唔能夠容許呢樣嘢，一定係要黨獨大，一定係要帝王獨大，君主獨大。咁所以咧中產階級中國咧唔會容許中產階級咧生活咧過得一帆風順嘅。同樣道理，富人亦都唔會容許咧佢扶搖直上，成為累世巨富嘅。所以中國富不及三代咧，其中咧有呢一個道理喺裏邊，佢唔容許你累世巨富，好似西方嗰啲家族累世巨富嗰啲咧，就會影響到政治咯，就會咧同皇族咧或者係同呢個嘅總統啊去分庭抗禮啊。咁所以睇下習近平咧就係好能夠掌握到呢個人君之道，咁啊睇下特朗普掌唔掌握到啦。讓馬斯克咧太過高調咧，如果特朗普咧都係懂得呢一點咧，馬斯克或者旗下嘅生意咧都可能危險嘅。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支持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入評論 Patreon 啦，就有我嘅參考資料有文字版，有呢個獨家嘅課堂，希望大家支持啦。$15美元一個月可以無限重溫嘅，知識有價。未撳訂閱嘅，我下邊咧每一段影片留言置頂咧就會有一個訂閱嘅連結嘅。如果 YouTube 嘅會員咧直接可以 YouTube 度訂閱。YouTube 同埋 Patreon 最大分別就係 YouTube 咧冇聲音版，Patreon 就有聲音版。拜拜。